我醉酒后给闺蜜发语音吐槽老板，我是他秘书，又不是他女朋友，天天加班黏在一起，我连相亲的时间都没有。他该不会是暗恋我，故意的吧？第二天，公司群炸了，我接到了老板电话。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是故意的？1星期前我就跟老板提过，到下周末为止，他的工作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。我们公司最近刚好结束了几个大项目，暂时没有接入新的大项目，之前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，所以我10分，100分的确定，我周末不需要加班，我要去相亲。我明明都计划好了，也跟老板说了，他也没有反对。但到了周末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急事，让我立马收拾东西跟他去 H 市。H 市在哪？祖国的最南边。我就是贴上一对隐形的翅膀也飞不回来相亲啊。于是我只能认真地跟人家道了歉，然后含泪坐上了出差的飞机。没办法，不是我想被资本家压榨，而是这份工作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一路上我问了好几次这次的工作是什么，准备提前做好计划。但我老板沈星辰就像是聋了一样，一路上闭口不言，一直到了酒店才突然道，待会儿去趟商场买几套衣服，这几天没什么事，你陪我去社交，别丢人就行。我不敢置信地问道，陪您社交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这次出差的目的只是社交吗？沈星辰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悠然道，或者你理解成带薪吃喝玩乐也行。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奉上荒谬一词，简单描述一下吧。我很无语，但谁让沈星辰才是老板，我一个破打工的有什么办法？我面无表情的应好，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下午，我跟着沈星辰出去，他刷卡给我买了一堆常服跟礼服。晚上，我跟着他出席了一个满是老板富二代的晚会，并在晚会上遇到了我的主推爱豆，开开心心的要到了签名跟合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上过山，下过海，打过高尔夫，也喝过功夫茶。不过，虽然沈星辰自己说是吃喝玩乐，但我还是能看出来他约见的每个人都是带着目的的。沈星辰想在这边开发一个度假村的项目，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也是提前勘探情况。我看穿了真相，于是迅速把自己调整到了工作状态。连续几天的实地考察结束，沈星辰把我带去了一家清吧，说是要欣赏这里最有名的一支乐队的演出。我对什么乐部乐队的并不感兴趣，毕竟我唱歌5个调跑4个，评价因为只有好听跟难听2个词，确实是跟沈星辰聊不到一块。今天晚上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百无聊赖，只能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来解闷。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脸红的没法看了，大脑有点发晕，眼皮沉重的想要落下休息。我感觉到手里的酒杯被人抽走，沈星辰略带无奈的声音远在天边一般的响起，这酒度数很高的，你真是一会儿不关注你都不行。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，别的事都可以不在意，唯独酒量，谁都不许说我不行。你瞧不起谁？我还能喝。我伸手还想去拿桌上的杯子，沈星辰拉开我，我就听到他长长的叹了口气。最后我是被他生拉硬拽回了酒店。沈星辰把我放到房间，还贴心地准备了醒酒药跟水。我这会儿意识已经有点不清晰了，亢奋上头，偏偏在沈星辰面前还要忍着。我强装镇定地跟沈星辰道了谢，把他送到门口的时候还信誓旦旦道，老板你有事喊我，我随叫随到。好，你快休息吧。沈星辰无奈又好笑地把我推进屋里。刚关上门，我立马拿起手机，二话没说给闺蜜发了一串语音过去吐槽。沈星辰太离谱了，他已经第5次破坏我的相亲计划了。我是他秘书，又不是他女朋友，这天天加班黏在一起，又吃饭又喝酒的，搞得跟约会一样，我都怀疑沈星辰他是不是暗恋我呀，故意这么搞。
我噼里啪啦的说完，把手机一扔，就躺到床上睡了。我这个人吧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喝了酒之后自信倍增，并且口无遮拦这个毛病怎么都改不了。闺蜜是知道我这个毛病的，所以我觉得跟她吐槽一下也没什么问题。然而第二天，当我从宿醉中醒来，一摸手机发现工作群炸了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不对了。闺蜜的聊天框还停留在我给她炫耀潜水多好玩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昨天我说了那一堆见不得人的话，并没有发给闺蜜。我心里有些发慌，紧张地吞了下口水，颤颤巍巍的就想打开工作群了解下情况。然而我的手还没碰到群聊，沈星辰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。我几乎是凭借我做秘书多年的职业素养，完全凭借本能的一秒接起了电话。喂，沈总。沈星辰这次没有像之前一样上来就说工作，他沉默了一下，声音有几分微妙地问道：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是故意的？正常我喝多了都会断片，但是不巧了，这次没喝那么多。昨天晚上和闺蜜吐槽的话，清晰地在脑海里蹦跶。老板，你听我狡辩，不，解释。我从床上直接蹦了起来，我喝多了就喜欢说胡话。老板，您别放在心上，什么叫社死啊？这就是社死等死了吧？电话头沈星辰又沉默了几秒，其实我就是故意的，脑袋瞬间宕机了。我左手狠狠地掐了一下大腿，疼的眼泪都出来了，这不是做梦。工作了1年的老板居然暗恋我，我咽口水，这不科学呀。沈星辰可是公认的钻石王老五，长得帅，身材好，国外留学大海归，是多少女人的梦中情男啊！我唯一的荣誉还是小学时候被当选为班花。沈星辰听着我半天没说话，缓缓开口：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也就不装了，打扮一下，我们现在去约会。挂完电话，我抬头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，这天上也没掉馅饼啊。打开冰箱，奢侈的用冰矿泉水洗了一把脸，瞬间精神了。刚换好衣服，就听到敲门声了。打开门，愣了片刻。此时的沈星辰褪去了一身高定西装，反倒穿着一套浅色的休闲套装，没有了平时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反倒有点像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平时看着正正经经的老板，此时看着心里有些怪怪的。那个老板你来了呀。说完我就尴尬的脚趾抠地。沈星辰轻笑，那我坐在沙发上等你，慢慢收拾，我不着急。说着也不客气，迈着1.8米的大长腿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，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，看着桌上装备齐全的化妆品，犹豫了片刻，化了个淡妆，黑长直也用卷发棒卷成了可爱的卷发，搭配上浅色的泡泡袖的裙，选了条本命年的小兔兔项链，跟着网上时尚博主学的穿搭，很完美。唯独我这个卷发有点卡项链的扣着，扣了好几次都没扣上。我正犹豫着戴不戴了的时候，一直安静坐在窗边享受目光浴的沈星辰起身了，缓缓朝我走过来。我来帮你吧。沈星辰看着我没拒绝，便伸手帮我把头发往旁边撩开。他的手指温热，动作略显生涩，戴了3次才帮我戴好。我从镜子里清楚看到他的耳尖发红，他也害羞了。忽的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他谈恋爱的经验也不丰富，我这个母胎单也不丢人。5星级酒店就是好，哪怕9点了，早餐也很丰富的。吃完早餐，沈星辰就带我去国际影城了，选了恐怖片。朗朗白天选这玩意也不吓人啊。抱着超大杯的爆米花，我差点看不清影厅里的台阶，不过沈星辰挺细心的，帮忙把堆在最上面的爆米花吃干净了，就能看到了。别说，还真别说，大上午吃的没事，坐来电影院看鬼片的还不少啊。这还不恐怖呢，就听到不少女生尖叫，然后往旁边的男孩子怀里靠，男生们也心照不宣地安慰着被吓着的女朋友。我余光扫了一眼沈星辰，面露失望之色是什么意思？
从小被妈妈带着1周看3部鬼片的我，怎么可能被这种级别的鬼片吓着？要是被妈妈知道，那我这脸还要不要了？这部电影最恐怖的画面就是女鬼揭开红嫁衣，终于坐在旁边安静的沈星辰动了，往我身边靠了靠。我也靠了过去，压低声音问：“是吓着了吗？”沈星辰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着我。我明白了，这肯定是吓着了。以前看鬼片时，小胖墩害怕也往我怀里扑，也是这个小眼神。不过小胖墩是狗，他是人，于是我犹豫了一下，拍了拍他的手，以示安慰。他的手很大，也很热，还流了不少汗。问我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手刚碰到他的手，结果他的大手就直直牵住了我的手。我嘴角不由微微上扬，小声调侃：“老板，你怎么这么害怕呀？”沈星辰悠悠开口：“我是激动黑。”他嘴还挺硬的。我不信。沈星辰似乎看出我的不服气，看完这部鬼片又牵着我的手看了第2场。我仔细观察，他面色十分镇定，确实不是害怕。但是手越牵越紧是什么意思啊？吃自助餐还怕我迷路，也要牵着？这一整个白天就在影视城里给耗了过去。以前没发现老板也是个电影迷，放假就喜欢看电影，而且品味和我出奇一致，喜欢看恐怖和侦探类的。刚出电影院，我就在停车场打了个喷嚏。沈星辰很细心，带我回到酒店就直接去了3楼泡温泉。万恶的资本主义也太幸福了吧！嗷呜，偌大的温泉池里就我一个人，还搭配上漂亮的玫瑰花瓣。我郑重宣布，此时我就是玫瑰仙子。白雾袅袅，我正开开心心地玩着玫瑰花瓣，就听到脚步声。要不是服务员，就是来泡温泉的女孩子，我也没多想。直到露着8块腹肌的沈星辰在我不远处下水之后，我一整个愣住了。不是8块腹肌太标准，而是他怎么在这里？很明显，我炙热的眼神让他挺满意的，嘴角上扬，还满意。说完，还故意展示了一下健壮的肌肉。什么叫公狗腰？我悟了。我红着脸问老板：“这不是女温泉池吗？”沈星辰很贴心地给我科普。这不是女温泉池，是公共温泉池，只要是订了 VIP 套房的就能进。我默默地环住了胸。那你知道有多少人入住了吗？沈星辰淡然点头，知道，就我们俩。算了，咱也不是这么讲理的人，各泡个的就行了。当然，我也不能和刚刚一样肆无忌惮地表达出对玫瑰花瓣的喜欢，只是偶尔拈起一个把玩。忽的，耳边响起了窸窸窣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便看着沈星辰不知何时已经走到我旁边来了。你怎么啊？话还没说完，我脚步一滑，就往身后倒去。沈星辰眼神中闪过一抹慌张，急忙伸手想要接住了，可很明显低估了我的重量，没接住，反倒被我压在了身下。真的，我什么都没想，什么疼痛啊没感觉到，柔软啊不敢想。他的一只手环着我的腰，另外一只手捂着我的后脑勺，四目相对，他长长的睫毛差点扎着我。我手脚并用地从他身上扒拉开，落荒而逃。刘翔的800米跨栏，我觉得除了跨栏，这速度我是不输他的。回到房间把门锁好，然后强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去浴室的淋浴，换上睡衣，躺在床上假寐。叮咚，门铃声响了，我捂住耳朵，假装没听到。直到沈星辰低沉的声音从门外转进来：“给你买了一些药膏，你看看哪里磕着了涂一下。”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早上7点起来，我们9点的机票。这声音听得我小鹿乱撞。确定门口没人了，我做贼似的打开门，拿了药就关上门，坐在床上看着花花绿的药膏7、8种。要是以前我只会感叹有钱真好，此时却是捂着小心脏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拍照发给我闺蜜。宝，我好像恋爱了，你现在好像一只煮熟的大虾。宝直接一个视频打了过来，看着我红扑扑的小脸，哈哈大笑。
你这个母胎单能知道恋爱个屁！我一直和你说你老板对你有意思，你诅咒发誓绝对没有，还用30年的阳寿作为赌注，你下手太狠了。还记得老板在我第2次相亲的时候要我出差时，宝就说有问题。第3搅黄我相亲时，宝就言之凿凿说老板对我绝对有意思，让以后我富贵了一定不相忘。那时我说绝对不可能，发了这辈子最恶毒的诅咒。不得不说，还是旁观者清啊。我红着脸把这2天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，宝兴致勃勃地嗑着瓜子，一脸姨母笑。姐妹啊，还是那句话，苟富贵，勿相忘啊。我咬着唇，有些扭捏，可是我没谈过恋爱呀，不会谈，闺蜜不在意。你那老板十有8九也的厨，他会带着你的。反正谈恋爱就一句话，随心而动，不要故作矜持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不愧是前男友组成了一个足球场的女人，总结得很精辟。不过这也完全不影响我失眠。闺蜜为了以后的富贵，熬夜陪我打游戏，上了个段位，直到早上4点多我才沉沉睡去，后果就是7点钟差点起不来，然后就是噼里啪啦的一顿收拾东西。我没想到妈妈在直播间给我抢的699的名牌行李包质量这么差，刚走到房门口，哗啦啦一声，东西全都掉在了地上，神仙水还直接滚落在了沈星辰的脚边上。姐妹们，我社死了！沈星辰明显也愣着了，片刻才反应过来，笑着揉了揉手足无措我的脑袋说，没关系，时间还早，来得及，你等我一下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就拿了一个新的行李箱过来，弯腰帮我把东西都有条不紊地整理收纳了进去。为了防止我尴尬，还主动和我说起他大学在国外留学时更社死的事，那还是在国际机场，也是行李箱坏了，还没赶上飞机。这一刻我心动了，这么温柔的老板，谁能抵抗的了呢？上了飞机，我很亢奋，本想和他一路闲聊到公司的。你们都知道，刚对一个人心动的时候，是巴不得把他的祖宗18代都翻出来问一问，看看有没有共同点。可是很可惜，我刚坐上飞机，还没等到空姐说收起小桌板，我就睡着了。香的嘞，我睡了全程，直到我脖子有些不舒服，堪堪睁开眼睛时候，发现自己靠在了沈星辰的肩膀上。他也在睡觉，睫毛长的比睫毛增长液的无良商家的假图还长密，呼吸很平稳，不打鼾，也不流口水，很满意。这近距离观察，发现他的颜值确实没有短板啊！还记得有一次公司签约的男模迟到了，摄影师以为他是模特，咔咔就是一顿乱拍。最后还是我前去解释，并且在摄影师的依依不舍中把已经上传到电脑里的照片删除了。当时公司女同事大中午的饭也不吃了，围过来欣赏。还有人想花100块钱买一张，我忍痛拒绝了。忽的，沈星辰的眼睛睁开了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全都是我的倒影，还带着点懵懂，明显刚睡醒。姐妹们，破防了，破防了！我居然在短短5个小时之内对这个男人第2次心动了。空姐甜美的声音响起，各位旅客，我们的飞机还有20分钟到达机场。这时我顿时从美色中清醒过来，脑袋立刻掰正。沈星辰轻笑出声，我红着脸不敢看他。闺蜜说他是卧龙，我是凤雏，半斤对8两，不要怂。可没说他很会撩啊。撕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怎么了？沈星辰收敛起笑容，一脸担心地看着我。我揉着脖子，分外尴尬。好像脖子靠得太久了，有点抽筋。沈星辰憋着笑，想伸手帮我揉脖子，我脑袋一缩，忙拒绝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我最近搓澡没搓干净，万一揉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那我干脆在飞机上跳下去算了。回去了就和闺蜜去大澡堂子搓背。出差完接着上班是什么样的体验？简直不要太美了！又可以看到老板了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他啦，就是想到他小心脏就砰砰乱跳。
闺蜜昨天笑了我一下午，说有喜欢的人就是这样，特别是双向奔赴更甜。刚到工位，同事们就把我围着了，咖啡也不泡了，早餐也不吃了。同事们脸上的八卦不要太明显哦。桑桑，你前天晚上发在公司群说老板暗恋你的事情是真是假呀？老板真的破坏你5次相亲了吗？我努力憋住内心的喜悦，面无表情解释，我喝多了，胡说的，你们别当真。闺蜜说了，在还没有确认关系之前，不要率先说出去，免得后面尴尬。同事松了一口气，拍了拍胸口，吓我一跳。我们还真以为老板暗恋你。另一个女同事也接话，我就说嘛，虚惊一场。说着还挺了挺傲人的身材。她喜欢老板这件事情，连楼下的保洁阿姨都知道，但是老板对她不冷不热的。本来她是秘书岗位，直接调到了文员，座位隔离整个大办公室。以前还觉得老板好冷酷，现在就觉得很手难得。正在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解决了的时候，就看到人群后面站着的沈星辰，他手里还端着杯咖啡。我心道大事不好。果然，他缓缓补了一句：“是真的。”办公室寂静了3秒，接着就是大家惊愕的声音。我捂着脸，想偷摸远离战场，结果沈星辰补了一句：“9点了，上班时间到了。白桑桑，你来一趟办公室。”大家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跟着他进办公室，还有几道凉飕飕的刀子。一进办公室，沈星辰就主动把门关上，神色不太好看。我在追你，这件事情你不是知道了吗？他个子太高，1.85米，我才1.65米。此时看着他不苟言笑的样子，有点压迫感。我默默地后退了一步。你认真的？闺蜜说了，这是以退为进。沈星辰往前走了一步，我又后退一步，他又往前，最后我退无可退，背靠着墙，他距离我半臂的距离挺了下来，伸手抵在墙上，弯着腰上演了一场霸道总裁里面最经典的壁咚。我很认真，你可以也认真一点吗？霸道的语气里带着些无奈和宠溺，被他盯着不好意思，我转移开视线，盯着他背后桌上的害羞草。我很认真的听到我的回答，他这才放心，颔首。中午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，我乖巧点头。好，他很满意的摸了摸我的小脑袋。完了，我心跳更快了。下班晚，我开心的收拾包包，去公交站台等着。刚出公司门口，沈星辰的越野就停在了面前，他下车帮我开车门，有些无奈。我开完会就慢了2分钟，你就不见了。这么急，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我习惯了，完全忘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说晚上开车送我回家这回事了。主要是下午做年会策划方案太入迷了，完全忘记还有他这回事了。下班就只想回去干饭。沈星辰表示理解，我知道一家西餐厅倒不错，距离这里也就半个小时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忙不迭点头。我住的地方离公司远，还要转车，正常到家都要1个半小时。就在我想找个话题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妈妈的电话过来了，莫名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。沈星辰疑惑问：“怎么不接？”我总不能说电话烫手吧，按了接通键对到耳朵边上。咦，怎么今天声音这么大？电话那头传来妈妈熟悉的声音：“桑桑啊，怎么这么晚才接妈妈电话呀？”我有点心虚，我在车上没听太清楚，妈妈直接步入正题：“对了，上次你因为出差没见到面的小李呀，人不错，你明天晚上有没有空？约着吃个饭。”我吓得忙捂住手机，偷偷摸摸地看着了一眼沈星辰，发现他还在认真开车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妈妈，明天公司要加班，要过年了，事情很多的。妈妈拔高语气：“你当妈妈是傻子呢？妈妈吃过的盐比你的米还多，想应付我不相亲是吧？”好，妈妈也不为难你，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，你要是不带个对象就别回家了。我含糊的点头，我知道妈妈。直到妈妈又啰啰嗦嗦又说了一顿后，我才把耳边的手机拿下来，心想手机收音效果挺好的，应该没被听到。
可看到手机那明晃晃的扩音灯亮着的时，我整个人顿时呆若木鸡。沈星辰瞄了我一眼，阿姨都挂电话了，你还拿着手机干什么？我现在不是着急妈妈下的最后通牒了，而是想把我刚刚丢的脸找回来。这几天我真的是社死本死了。红绿灯路口有120秒，沈星辰转头认真地看着我问，你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说得很有道理，我也听得明明白白的。我也承认我心动了，但是咱们这也才3、4天，是不是稍微太快了一些？于是我问出了我疑惑已久的问题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不只是我好奇，闺蜜也好奇，办公室同事也非常好奇，害得我现在都不敢去茶水间了，全都是我的八卦。沈星辰一只手搭在窗户上，一只手慵懒地放在方向盘上，精致的五官在夕阳的照耀下，柔和得像一油画。我刚入职的第1天，晚上公司聚餐，你喝多了，在电梯里面直接对着我的嘴就啃了上来，说完他还用手蹭了下唇，轻笑出声，慵懒的声音带着些无奈，当时你还挺粗鲁的，我更羞愧了，脸滚烫。姐妹们，我宣布，这比在公司群发老板暗恋我，酒店门口行李箱东西散落一地，妈妈催婚手机扩音外放更社死的事情了，没有之一。我隐隐约约还记得这件事情，大概在1年前吧。那次聚餐酒是好酒，我贪杯喝多了，当时还以为是做梦调戏了帅哥，结果没想到我是真的虎，直接生扑了。还好，这件事他没有说，也没报警说骚扰。沈星辰挑眉问，我帮你回忆回忆，我帮伸手在面前画了叉，大可不必。沈清楚浅笑出声。我手指扣着安全带，假装目不斜视。还能怎么办呢？脸1年前已经丢完了，应该和1年后的我没关系吧？我很少吃西餐，闺蜜喜欢吃，说氛围好，再喝点红酒，那就神助攻。但是略微小尴尬的是，刚在靠窗的位置坐好，服务员就很有礼貌地询问，你好，店里情侣套餐送枚小礼物哦，需要吗？我刚摇晃的小脑袋在看到他手里的小熊玩偶后，默默地停了下来。这小熊就巴掌大，仿真皮肤，长长的睫毛，毛茸茸的，一看手感就很好，胸口那个口袋还有个爱心眼。沈星辰轻笑，那来份情侣套餐吧。等服务员走后，我玩着小熊玩偶，红着脸小声问，我们什么时候是情侣了？沈星辰眼尾上扬，噙着笑，很久以前就是了，你亲了我就要负责。我有些不服气，哪有这种事情吧？沈星辰轻哼一声，那是我的初吻，你就要负责。听到初吻这2个字，我脸臊得慌，小声嘀咕，说的谁不是初吻一样。沈星辰轻笑，心情好像更不错了。闺蜜说的对，卧龙100步之内必有凤雏。那咱们这也差不多嘛，我丢点脸也不算什么吧。想明白之后，我有点傲娇，想要我答应，那要看你表现，我可不是那么好追的。沈星辰很郑重地点头，我会努力的。我摊牌了，公司同事们私底下调侃叫我老板娘，我也应了，搞得谁玩不起一样。不过沈星辰叫我老板娘，我还是虎躯一震。这天我和王姐在茶水间聊八卦，说有个男同事喜欢占女同事的便宜，要我和老板去告状。我义愤填膺道，这种人渣，一定要和老板说。这时沈星辰端着杯子过来，笑吟吟问，老板娘想和我说什么？我一口咖啡差点直接喷出来，还好没那么社死，不过呛着了，咳得脸颊绯红。沈星辰一脸懊恼加无奈，桑桑，你怎么这么不惊吓呢？说着也不嫌弃地拿着纸巾帮我擦拭嘴角。王姐和一干同事站在旁边，一脸姨母笑，磕到了磕到了。我红着脸推开他，都怪你，突然出现干嘛？沈星辰无奈耸肩，想借着泡咖啡的机会来看看你呗。嗷嗷嗷！明明他也是新手嘛，怎么比我会撩这么多？公司年会很隆重，分公司的同事也都过来了。
我看到了传闻中公司驻外的美女副总裁也回来了。当初我们这些女同事磕了好久颜，她和沈星辰关系不错。今天她穿着一身香槟色的晚礼服，大露背，加上浓妆，男女通杀。王姐凑到我旁边来，小声的嘀咕：“桑桑，你情敌出现了。”我摇晃着高脚杯，把里面的香槟一饮而尽，很认真的点头附和：“王姐，要是我输给他，那有什么好丢人的？美女这个东西嘛，谁不爱？”呼的一道轻笑声从我旁边响起，美女总监朝我缓缓走过来，很明显我刚刚这话她听到了。我们家小星辰终于把你拿下了，可喜可贺。美女总监还贴心地帮我把高脚杯放到桌上，递给了一杯果汁，说：“我可不是你的情敌，你可以叫我小姨。”我顿时震惊住了。沈星辰忙完走过来，开心地看着美女总监：“小姨，今年怎么舍得回国了？”美女总监朝我抛了媚眼：“小侄子把心心念念的姑娘追到手了，我这个小姨子怎么也要过来看看呀，不然多失礼。好漂亮的小姨，就比我大3岁，沈爷爷奶奶倒是老当益壮啊。”小姨和我说，以后要是沈星辰欺负我了，和他说他从国外杀回来，而且他挺满意我这个侄媳妇的，觉得我白白嫩嫩，特别可爱，有点像刚冒嫩芽的莲藕。行吧，小姨长得漂亮，说什么的都对。台上沈星辰侃侃而谈，说着今年的总结，规划明年的目标。我高跟鞋穿着有点疼，站在隐秘的角落里，想找个没人注意的时候把高跟鞋脱下来，用红花油揉一揉，效果铁定好。台上说完了，台下轰轰烈烈的鼓掌声。这时站在旁边高高的小男生过来和我搭讪：“白桑你好，我是隔壁 IT 部门的赵志清。”我有些茫然的点点头。IT 部门成立不久，明年公司主要发展这个部门，据说是重金挖过来的，那我一定要热情点。于是露出了标准的8颗牙齿。“你好啊，赵先生。”小男生有些腼腆。“待会儿我有幸邀请你去跳一支舞吗？”“抱歉，这位小姐有主了。”这话当然不是我说的，而是马不停蹄演讲完来找我的沈星辰说的。很明显，小男生认识沈星辰，有些惊愕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老板娘。不好意思。”沈星辰很大度地摆摆手。我有些无语地看着他：“你干嘛？”沈星辰很认真：“宣誓主权呀，你什么时候给我转正？我觉得再装傻也不礼貌了。”于是笑着点头：“那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啊，就今天吧。”沈星辰嘴角上扬，凝眸看着我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是我的倒影，也似星河般耀眼夺目。悠扬的歌声起，灯光打在我们身上。他很绅士地弯腰邀请我跳第一支舞，就好像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一样。我把手搭上去，他握紧了我。闺蜜一直说我是单细胞生物，不懂得浪漫。此刻我却觉得我是全世界最浪漫的女人，没有之一。就在我还在想怎么委婉地和沈星辰说要带他回家，不然我家门都进不了的时候，他却主动说要跟着我一起回家。我挺开心的，开始给我们买机票。可是大过年的，经济舱没有票了，只有头等舱，一张票顶我1个月的工资。我咬咬牙买了。沈星辰上了飞机，看着头等舱微微一愣，然后表示暂时，总算有点老板娘的气场了。我嘴角抽了抽，原来这就是老板娘的气场啊！过年有年终奖，按着工龄来的，我来上班1年就是多发1个月的工资。沈星辰问我：“你今天不困吗？”我摇头，昨天晚上睡得很好，不困的。沈星辰揶揄：“那是可惜了，我今天也做好了手麻的准备。”我也想起了那次，嘴角不由上扬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那时因为我喝多了，把给闺蜜吐槽的话发到了公司大群里，导致她也摊牌了，就是暗恋。然后现在我就带她回家了。低头看着我们十指相扣的手，怎么一直想笑，是什么回事？沈星辰笑问：“什么事情这么开心？”我摇晃小脑袋：“这么丢人的事情，我才不和他说呢。”
我本来以为沈星辰是临时起意要来的，结果刚下飞机就有司机来接，而且后备箱里全都是准备好了的礼物，从常规的酒和烟到补品人参鹿茸，新品的鞋子和衣服，还真是应有尽有。我不由张大了嘴巴，惊叹：你什么时候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？沈星辰想了想说：你在公司群里说我暗恋你的那天开始的吧。我挺无语，但是也挺甜蜜的。不但是我妈也是这种感觉。得知我要带对象回来，家里3天前就搞了卫生，做了一大桌子的菜。我没有说是我老板，就说是个普通同事，妈妈也就以为是个普通的同事，但是豪车配司机，满车的礼品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沈星辰嘴巴很甜，一见面姿态就摆得很低。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我叫沈星辰，是桑桑的男朋友，以后你们叫我小沈就行。爸爸很满意他，带着他往楼上去。妈妈偷偷地拽着我的手问：这不是你请来骗我和你爸的演员？妈妈的想象力是真的丰富，我发誓绝对没有做过这么无聊的事情。之后妈妈才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又问：你下载国家反诈骗 app 了没有？妈妈呀，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我哪里配不上他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从长相、身高、学识、阅历、经历都比不上，行了吧？爸爸酒量很好，3杯白酒把沈星辰直接喝趴下了，这下子他祖上18代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了，然后朝妈妈竖起大拇指。这不是骗子，真是桑桑男朋友。爸爸，你礼貌吗？沈星辰求婚了，既没有挑选情人节，也没有选在生日，而是在一个最普通的下午，在顶楼烧烤的时候。我正和王姐在角落里面啃着刚刚被自己烤糊的鸡腿，就看着一身白色西装格外正式的沈星辰缓缓走过来了，手里还有一大束玫瑰花。姐妹们，我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了，这是求婚了。他单膝跪在地上的那一刻，我内心的感受是：卧槽，地上好脏，不会把他裤子弄脏吧？白桑桑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在这平静又温柔的下午，在未来的每一天，不管发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陪在你旁边，做第一个倾听者。在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会替你遮风挡雨；在你白发苍苍之际，我也愿意爱你如现在般炙热，不打一丝折扣。很朴实无华的话语，却让我眼眶通红。我拼命点着头，说着愿意。同事们着急地喊：戒指还没戴，伸手啊，快伸手！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伸手左手，他缓缓地帮我无名指上戴上粉色的订婚戒指。在众人的欢呼雀跃声中，拥抱在了一起，爱意如此热烈，来得虽慢，但是格外炙热。全文完。